越南和我国海警在万安滩上持续对峙，并且还打算在九段线内开辟一个新的钻井平台。为此，我国直接出动了一支舰队前去捍卫主权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最近菲律宾虽然是在嘴上一直嚷嚷着要在南沙群岛上搞事情，但因为美国不帮自己撑腰了，实际上已经消停了不少。不过在这时，越南又从菲律宾手中拿起了接力棒，开始在南沙群岛上搞事情。像在湾安滩地区，我国和越南从月初就有对峙发生，直到现在对峙也没有结束。和菲律宾非法侵占仁爱礁，并企图将其打造成军事基地不同，湾安滩并不是一处岛礁，而是很大一片区域，因此就不存在侵占岛礁的问题，而是油气资源的开发问题。在本月初的湾安滩以西海域，越南的石油钻井服务公司擅自把自升式钻井平台 PV Derling 6号从旗县开采的翠鸟油田拖到了我国的南海九段线之内，打算打一个新的 DHM-4X 油井。至于为什么越南会把新井打到我国领土内，则是因为越南在我国九段线内的 051A 区块划出了一块大熊油田，越南方面认为此地是他们的领土，所以有权对此进行开发。我国虽然在上世纪划出了南海九段线，但是军事实力较为弱小，无暇顾及九段线上偏远的地区，所以美国、苏联都曾对九段线内的大熊油田进行过开发，但都失败了。最终还是越南独自成功开发。此后越南就在这儿开始了长期开采。但现在越南方面还不满足，还想要在我国九段线内开辟一个新的钻井平台，这下我国就不允许了。以前越南在九段线内开一个钻井平台，我国没管，主要还是因为没那么多的精力和船去管。而现在我国无论是海军还是海警的实力都突飞猛进，自然有那个精力和那么多的舰艇去管了。因此在这时候就难免发生一些情况。之前是我国海警的5403舰和45104舰对峙越南渔政的269舰，数量加吨位碾压的情况下，越南渔政被我国海警成功驱离。但是被驱离之后，越南方面并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仗着地理位置优势，再次派出舰艇前来骚扰湾安滩，想要趁我国不注意再次开辟一个新的钻井平台。于是我国再次派出舰艇，并且这次为了展示我国对于捍卫万安滩领土主权的决心，直接派出了一支舰队，以向阳红10号万吨级的科考船为首，7艘渔船在旁，同时还有2艘海警船一路护航。这10艘舰艇已经到达了万安滩和永暑岛以北海域。在这支舰队的后方，则是一艘越南渔政的 KN414 号船一路跟随，并在一路尾随的过程中，想要混进我国舰队之中。面对越南渔政船的这一行为，我国负责护航的海警4303号舰对其进行了围追堵截，双方对峙距离仅为100米，并且航行速度为2至4节。以这个速度来看，如果一方停止不动的话，仅需1分钟的时间就会发生相撞。而我国海警的4303号舰可是按照军舰标志来设计的，一旦发生相撞，沉船的绝对是越南渔政的 KN414 号船。因此面对这种情况，这艘越南渔政船也呼叫了支援， KN472 号渔政船也正在赶来的路上，目前已经抵达 KN414 号渔政船的附近。不过越南呼叫的支援可能并没有什么用，因为在舰队的西北方，一艘海警5305号舰正在待命。这艘船采用的 05C 的舰体设计，不但速度能达到27节，还配备了76毫米舰炮，排水量达到了4000吨，从动力、火力、吨位形成了全方面碾压。从这次的对峙中，我们也能看到，当前我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得到了数倍的提升。之前连派一艘船到这一地区都很难做到，结果现在不但能派万吨级的船过去，一去还是10艘船组成的舰队。仅凭借这支舰队的实力来看，
就足以对抗周边国家的海军舰队了。更别提我国还有全球数量最多的海军舰艇没有出动呢。这次向阳红10号科考船的出动，可谓是表明了我国对捍卫万安滩主权的决心。说不定这次是科考，下次就是科考完成，准备在万安滩地区开始一系列基建。到时候海警海军直接驻守万安滩，越南不但无法在这开辟新的油田，原本的油田恐怕都不保了。如果说越南还有自知之明的话，就应该停止现在这种挑衅行为，不要步入菲律宾的后尘。在国际形势和经济如此紧张的现在，得罪了中国是什么下场？那些老想访华还连吃闭门羹的西方政客们就是最好的例子。